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，一艘救生筏好像轻盈的树叶一般，随着海浪漫无目的的漂流着。而船上还有道黑色人影，正是漂了2天2夜的达里尔。上集说到，达里尔被一帮猎头拐到了一艘轮船上，而船上的人竟然拿活人喂养丧尸。为了逃离大船，在货轮发生爆炸的一瞬间，鲁哥被迫跳进了海中。好在提前误打误撞的放了艘救生筏下去，不然早就淹死在了海水里。可即便活了下来，长时间的海面漂流还是让他有了脱水的迹象。被逼无奈的他，只能在昏迷前把自己绑在了救生筏上。随着一道巨浪打来，达里尔被卷进了海里，冰冷刺骨的海水直接是把他惊醒了过来。好在这里距离岸边很近了，尽管连日来的脱水和饥饿使得他疲惫不堪，但他还是用尽了全力朝着海滩爬去。海浪也是不断的冲击着他那虚弱的身体。好在最后成功的爬上了海滩，触碰到陆地的那一刻，他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，不由得趴在地上缓了很久。而那艘救生筏也被海浪推向了岸边。等他歇息了片刻后，达里尔抬头看了看四周，他也不知道自己这是身处何地，但是却看到了距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个水桶。他拖着虚弱的身子朝着那边爬去，等到了跟前才看到水桶里有着不少积累下来的雨水，这让他直接抱起就狂喝了起来。恢复了些体力后，达里尔开始朝着内陆走去，沿途到处都是一片狼藉，直到来到了一处指示牌前。牌子上面虽然写的都是英文字母，可连在一起愣是看不懂。他傻眼了，这是给自己干哪来了？这还是国内吗？疑惑不已的他继续朝着前面走去。从四周破败的景象来看，这座小镇应该荒废了很多年，路边也随处可见一些丧尸的尸体。这时他注意到了旁边有艘停泊的破船，饿得不行的他当即便跳了上去，打算翻找些吃的或能用的物资。可这都末世10多年了，哪还有吃的留给他？在翻找了几个空酒瓶子后，他才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半瓶不知道放了多久的矿泉水。现在也没那么多讲究了，直接打开便喝了起来。再次补充了些水分后，他开始搜刮起船上有用的东西。先是找到一些绷带和一件能穿的衣服，接着在桌子上发现了一个录音机，还好一旁有一些可以替换的电池。他将电池换上后便按下了按钮，里面传出了一个男人的声音。听着对方的讲述，达里尔这才知道自己居然来到了法国。没曾想丧尸病毒爆发后，曾经的浪漫之都如今也变成了一座死城。他打开地图，结合着录音机的信息，得知自己身处在一个名叫马赛的港口，看到了船主标记的路线，推测出了对方上岸的位置。可他现在没有物资，也没有能驾驶的船只，现在想要回美国怕是不可能了。如今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当天晚上他抓到了一条鱼，将其烤熟便狼吞虎咽了起来。毕竟在海上漂了好几天，水米未进。第二天早上，他收拾着一些能用的物资，准备再次出发。这次他打算穿过陆地去往西边的港口比亚里茨，想过去碰碰运气，看看能不能搞到一艘船，到时候也能尽早的返回美国。因为此行路途遥远，又加上语言不通，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 My name's Daryl Dixon. I come from a place called the Commonwealth. It's in America. I went out looking for something. All I found was trouble. If I don't make it back, I want them to know I tried. Hell, I'm still trying. 录完这番话后，他走到岸边，将插在丧尸尸体上的鱼叉拔了下来，打算充当武器。就这样，我弩哥独自一人踏上了这条充满未知的回家之旅。他一路翻山越岭，昼夜艰行，所到之处皆是破败荒芜，除了丧尸之外，一个幸存者都没有看到，仿佛整个世界就剩下了他自己一个人。就这样一连走了7、8天后，达里尔来到了一座废弃的城市。看着周围这破败不堪的景象，这里大概也是座死城。这时他发现了一家大型商场，望着门上那看不懂的文字，虽然心里有些纠结，但在饥饿与疲惫的交织下，他还是选择进去搜寻一番。毕竟上一顿饭是啥时候吃的都快忘了。这间商场很大，他快速地扫视着货架上的杂物，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装着腌黄瓜的罐头，可那味道简直不要太上头，嫌弃的他又给放了回去。可让他没注意到的是，他的到来使得商场里沉寂许久的丧尸蠢蠢欲动了起来。达里尔还在搜寻着货架上的罐头，直到丧尸碰倒了一个花瓶，这才惊醒了他。可这声响动也是引起了连锁反应，只见更多的丧尸从各个角落站了起来，伴随着阵阵嘶吼声开始朝着他包围。
尽管饿了几天的他已经很是虚弱，但对付这些丧尸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丧尸身上的血液竟有着腐蚀效果。见到这一幕的他开始谨慎了起来，不敢再与丧尸近身缠斗。可一个没注意，他被一旁的丧尸抓住了手臂，手臂上的皮肤被迅速腐蚀，烧心般的疼痛也随之而来。达里尔吃痛赶忙挣脱开，瞅了一眼手臂的伤口，他不再犹豫，得尽快的速战速决。没多久，这里的丧尸便被他给全部解决。直到这时，他才查看起了被腐蚀的伤口，只见手臂上有个碗大的疤痕，也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。他拔下丧尸头上的匕首，喷出的血液又腐蚀的地面滋滋作响。看来这里的丧尸全都产生了变异。他观察了一番地上的尸体，也没看出什么不一样，最后只能放弃。现在他意识到了，此次的回家之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，往后的日子，他得时刻保持警惕，才能在这陌生的地方生存下去。休息了片刻后，达里尔再次上路了。可手臂上的伤口总是传来揪心的疼痛，实在忍受不了的他便用清水简单的清理了下伤口，然后用绷带将手臂包扎了起来，希望这样能缓解一下。正当他做完这些起身的时候，却注意到不远处的山坡上有个人在看着他。达里尔没有搭话的打算，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还是尽量与陌生人少接触的好，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接着他继续赶路，这时他看到了路边上的指示牌，一旁还贴着一个奇怪的宣传单，他压根就看不懂，随即便掏出了从船上带出来的翻译字典，想看看上面写的什么。 God loves you。 达里尔都无语了，这都末世10多年了，怎么还有这种教会的传单？但转念一想，这里是法国，便又释然了。毕竟法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信仰为主的国家。他猜测山坡上那个观察他的人有可能也是信徒，而他猜的也没错。山坡上的女人刚刚把他的所作所为都看在了眼里。见弩哥离去，他才将同样的宣传单贴在了一旁的树干上。当然，女人所做的一切，达里尔都不知情。现在的他已经来到了一个破旧的庄园，打算在这里休息片刻。他小心翼翼地迈过了地上的警报装置，瞧这架势，这里应该是有着其他幸存者居住的。接着他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朝里面看去，果然里面有个女人，对方正在井边打水。不想多生是非的他一点点的后退，准备离开，却不小心触碰到了脚下的警报装置，声音也引起了女人的注意。达里尔见状便高举双手走了出去，表示自己并无恶意，而女人也举起了双手。接着一个老人也摸索着从后面走了出来。对于女孩的问候，学渣弩哥自然听不懂。 Sorry, I don't understand you. Hey, you American guy. You know I speak English very good. What's cracking, noob? Venez. My grandfather. He hurt the ankle. Only small English, him. Hello. You got medical? We trade you for an apple or a rabbit, maybe. 一听对方要拿兔子换药品，3天饿9顿的弩哥赶忙上前，把自己在船上找到的简易救急包拿了出来，朝着对方扔了过去。女人道谢后便指向了旁边的木箱子，告诉他可以随便吃。达里尔也不客气，赶忙3步并作2步的走过去，拿起里面的苹果就啃了起来。他不光吃，还拿走了一些装进了自己的背包里。看着达里尔这么不客气，女人热情地表示自己名叫玛丽，身旁的老人也亲切地打着招呼。接着俩人言语中开始不断地暗示让达里尔跟他们走，一起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但达里尔虽说是初来乍到，可该有的警惕一点都不少。他果断地拒绝了，一来是他独行惯了，二来是他清楚在这末世中哪有那么多无缘无故的善意。可就在他收拾完包裹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一辆改装的越野车突然闯进了院中，接着2个男人手持武器走下了车，其中一个男人扫视了一圈后，开口让达里尔靠边坐下。达里尔却无动于衷，因为他压根就没听懂。男人一瞅这愣头青这么横，当即就抬起了枪要动手。好在这时玛丽解释了一番，达里尔这才愣头愣脑地走向一旁的箱子，面对着另一个男人的枪口坐了下来。男人也不知道是什么身份，只见他用法语和玛丽交流了起来，好像在询问着什么，而弩哥则是一脸懵逼地望着他们。可就在这时，男人却突然抓着玛丽就往车上走，看架势是打算将他掳走。达里尔一瞅情况不对，果断地动了手，他抽出短刀解决了一旁的男人。而领头的见此情景，当即就朝他扣动了扳机。达里尔被击中后倒在地上，好在刚刚的一枪并没有伤及到要害。而领头的男人见人没杀死，便想着上去补刀。好在这时玛丽出手了，
一棍子便将男人打翻在地。达里尔起身拿起了短枪，就想着解决了对方，但玛丽却让他别浪费子弹，直接抄起长刀便洞穿了男人的胸膛。解决了男人后，玛丽对着达里尔表示了感谢，而达里尔这时才感觉到自己脸颊的疼痛，肯定是被刚刚的子弹擦伤了。他让玛丽把急救包拿过来，想包扎下，却不曾想玛丽和老头对视了一眼后，当场就撕掉了伪装。老头拿着拐杖悄悄地靠了过来，瞅准达里尔的脑袋便敲了过去。